一个男人如何用几千块的启动资金，在短短几年内打造出一个年营收接近$8000万的安防帝国？更夸张的是他说在创业第一个月，他就卖出了$8万的订单，而那时候他手上连一个像样的产品都还没有。这个案例我反复研究了3遍。我叫张磊，做了20年实体生意。我看中的不是他赚了多少钱，而是他背后那套几乎可以用在任何接地气的生意上的教科书级别的操盘手法。今天我就带你把这个案例像一部电影一样，从头到尾拆解一遍。如果你正想做点什么，或者正在做的过程中遇到了困难，相信我，今天的内容会给你带来巨大的启发。所以这个让他在没有产品的情况下就敢签下$8万订单的生意，到底是什么？答案可能让你有些意外。他卖的既不是传统的铁窗，也不是笨重的卷帘门，而是一种叫做第3代安全防护网的东西。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种用特殊编织的金属丝网制成的隐形盾牌，安装在门窗上，既能通风透气，又能抵御最暴力的入侵。但这不是关键 ，James 也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他从一开始就明白，他卖的从来都不是网子，他卖的是一种极度稀缺的情绪价值 ，peace of mind， 内心的平静。他说，他们公司至今已经安装了超过15000扇这样的安全门窗，创造了一个惊人的记录——零闯入。零闯入这3个字就是他所有商业模式的地基，因为有了这块金字招牌，他才能理直气壮地标出一个让普通人咋舌的价格。一扇门起价$2000，一扇窗$1000，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做完全屋的防护，平均订单金额大概在$1万左右。你可能会想，凭什么？就凭几张网子？这就是他们聪明的地方，他们会用最直接、最粗暴的方式来证明这钱花得值。他们会把一扇样品门放在客户面前，然后拿出大锤、斧头，甚至电锯，让最有力量的安装师傅对着它一顿猛砸，火花四溅，巨响震天，但那扇门就是纹丝不动。这种场景带来的视觉冲击力是无与伦比的，它把抽象的安全感变成了一场眼见为实的暴力美学表演。当客户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时，那$1万的报价听起来似乎也没那么贵了。看了这个测试，你觉得要用什么工具才能攻破它？在评论区留下你的想法。好了，产品很硬核，价格也很高，但这依然没解决我们开头的那个核心问题：一个普通人没有厂房、没有库存，甚至没有产品，他是如何启动这个生意的？那$8万的订单，他是怎么凭空变出来的？这就来到整个商业模式最精华、最值得所有创业者学习的部分，我称之为现金流的魔法。James 的秘诀浓缩成一句话，就是他用客户的钱来支付所有的成本，并且还能剩下一大笔现金作为公司的运营资金。这听起来像天方夜谭，但让我为你一步步拆解这个零成本创业的魔法是如何实现的。魔法的核心是一个简单但坚决执行的政策，所有订单必须预付50% 的定金。现在，让我们把时间倒回到他创业的第1个月。想象一下，你就是 James， 一个充满激情但口袋空空的创业者。你透过朋友介绍、社区广告磨破了嘴皮，终于签下了价值$8万的订单。就在签约的当下，按照规矩，你立刻收到了$4万的现金，直接进了你的银行账户。这就是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我喜欢把这套模式比喻成一个自动注水的蓄水池。你签下的第一笔订单，拿到的那$4万定金，就像是第一股强劲的水流，被开闸引水注入了你那干涸的商业蓄水池里。你的公司从零变成了拥有$4万现金资产的实体。
接下来就是这个魔法里最关键的时间阀门，从你下单给制造商到产品生产完成，漂洋过海运到你手上，需要大概6到8周的时间。然后你安装完毕，给客户开出发票，通常还有30天的账晚。这2段时间加起来差不多是3个月。这3个月的时间差，就是你施展魔法的舞台。在这漫长的90天里，那4万美元的现金就静静地躺在你的蓄水池里。你可以用它来支付办公室的租金，付员工的薪水，投放下一轮的广告。而这一切都发生在你需要向制造商支付那批货款之前。现在啊，我们来做一个简单的沙盘推演。假设你的能力不错，每个月都能稳定签下8万美元的新订单。第一个月你签了8万，拿回4万现金，蓄水池水位4万美元。第二个月你又签了8万，又拿回4万现金。这时候第一个月的货可能还在海上飘着，你1分钱货款都没付。你的蓄水池里现在的水位是多少？是4万加4万等于8万美元。第3个月你再接再厉，又是一个8万的订单，又是4万现金进账。而此时你可能才刚刚需要支付第一批订单的货款，你的蓄水池水位已经达到了惊人的12万美元。看明白了吗？3个月的时间，你没有投入1分钱的本金，没有去银行贷1分钱的款，你的公司账户上就平白多出了12万美元的流动资金。而这座蓄水池完全是用客户的水灌满的，而你只是那个聪明的手把人。我做了20年实体生意，看过太多英雄好汉、天才产品，最终都倒在了现金流上。而 James 这套玩法，说白了就是用一个严格的制度，彻底锁死了前期最大的风险。你不是在用自己的钱赌博，你是在用市场的钱来验证市场。这是我最欣赏的一点，这不是投机取巧，这是极其高明的打法，是真正懂生意的人才能设计出的闭环。有了这样一台近乎完美的现金流印钞机， James 的生意就像坐上了火箭。数据是枯燥的，但它能最诚实地反映增长的速度。第1年，他磕磕绊绊地做到了30万美元，这个数字相当于一个硅谷高级工程师的年薪。对于一个初创公司来说非常不错，但很大程度上这依然是一个超级个体户，靠的是创始人一个人的精力、魅力和销售能力。第2年，数字直接跳到了接近100万美元。注意，这不是简单的3倍增长，这背后是质的变化。30万到100万意味着他不再可能单打独斗，他必须要有销售团队、安装团队、客服团队。这1年，他一定经历了从做事的人到管人的人的痛苦转变。然后是第3年，数字直接从近100万翻了3倍，达到了300万美元。当我看到这个数字曲线的时候，我脑子里冒出的第一个念头不是羡慕，而是恐惧。因为我知道，从100万到300万的跳跃，对于创始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混乱，巨大的混乱。James 自己也说了，这段话我建议每个正在经历快速增长的创业者都背下来。他说，每一次的快速增长都意味着你必须彻底摧毁并重建你的组织。你去年赖以成功的销售方法，今年可能就成了阻碍你规模化的绊脚石。你去年亲自培养的核心员工，今年可能就成了跟不上公司发展的瓶颈。你去年引以为傲的家庭式管理氛围，今年可能就成了滋生低效和不公的温床。增长就像一个贪婪的巨兽，它会吞噬掉你所有不规范的流程，所有跟不上的伙伴，所有脆弱的管理体系。你以为成功是一帆风顺的爬坡吗？不，真正的成功是一次次推倒重来，一次次在废墟上重建的过程。有了这套印钞机，接下来就是一帆风顺了吗？
恰恰相反，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那么是什么让 James 这个男人在这种必然的混乱和阵痛中，不仅没有崩溃，反而越战越勇，把公司从300万一路推向了近800万美元的高度？这个问题的答案，你不可能在任何一本商学院的教科书里找到，它藏在一个更深的地方，藏在 James 的血液里，藏在他的童年里。现在，我想请你把节奏放慢，跟我一起潜入这个创业者内心最深处的世界。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一个几乎不会说流利英语的德国女人，带着她的4个孩子，站在一片陌生的农场上。她的丈夫，一名空军飞行员，刚刚接到了派往越南的任务，然后就再也没有回来。官方的报告是任务中失踪。这个女人就是 James 的母亲。一夜之间，她从一个军官的妻子变成了一个在异国乡下无依无靠的单身母亲，没有亲人，没有朋友，只有四双嗷嗷待哺的嘴和一片需要她用双手去耕耘的土地。在 James 的记忆里，母亲从来没有哭泣，也从来没有抱怨，她就像一颗被砸进岩石缝里的钉子，沉默但坚定地扎下了根。他用那双原本应该弹钢琴的手，学会了开拖拉机，学会了修理围栏，学会了在严冬到来之前储备好足够的柴火。他用最原始、最直接的方式，教会了孩子们什么是独立，什么是责任，什么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活下去。James 说，他自己小时候其实是一个极度内向、害羞，甚至有些自闭的孩子。他害怕跟人说话，害怕成为焦点。他把这种害羞形容为一种疾病，而治愈他这个疾病的是2样东西。第一样是武术，在一次次的对打和体能极限中，他找到了身体里的能量，建立了一种不依赖于言辞的自信。他意识到，所谓的害羞其实是一种可以被克服的心理障碍。而第2样，也是最重要的一样，是他母亲在他很小的时候反复对他说的一句话。那句话成了他后来面对所有商业挑战的终极心法。他说：“儿子，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学会做一只蟑螂 ，be the cockroach。”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比喻的时候，我感到了巨大的震撼。在我们的文化里，蟑螂似乎不是一个褒义词，但你仔细去想它背后的含义，那是什么？那是在最恶劣的环境下，依然能找到生存空间的适应能力。那是被踩到坡际扁之后，依然能晃晃悠悠爬起来，继续前行的生命力。那是不起眼、不张扬，但却无比顽强，几乎杀不死的韧性。这就是 James 母亲的人生哲学，也是他从自己颠沛流离的命运中提炼出的生存法则。他把这份最宝贵的精神遗产注入了 James 的血液里。所以现在让我们把镜头拉回到 James 的商业战场上。当他面对公司从100万到300万增长所带来的巨大混乱时，当他不得不开除掉跟不上节奏的老员工时，当他的现金流因为扩张过快而濒临断裂时，他内心的那个声音是什么？不是我太难了，不是为什么会这样，而是他母亲的声音 ，Be the cockroach。他不是在创业，他只是在重复他母亲教给他人生的第一课：如何在混乱中建立秩序，如何在压力下保持坚韧，如何在看似绝境中找到那条活下去的缝隙。这点我深有体会。做我们这一行，做实体生意，谁没经历过几次被供应商断货、被核心员工背叛、被市场突然抛弃，躲在仓库里想着明天就关门算了的时刻？但最后能活下来的，都是这种杀不死的人。这不是什么心灵鸡汤，这是在泥浆里打过滚之后才能明白的生存法则。所以你看，一个成功的企业，它的基因往往在创始人开口说第一句“我要创业”之前就已经被决定了。当然，光有坚韧的性格还不够，创业的路上还需要一些关键的正回馈，一些让你确信我走在对的路上的时刻。
James 也分享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让他彻底打消所有疑虑，确信这个生意能成的啊哈时刻。那是在他创业早期，他去拜访一对住在高档社区的退休夫妇，他像往常一样尽心尽力地介绍产品，做破坏性演示，然后到了最紧张的报价环节，他仔细测量了所有的门窗，计算完毕后，深吸一口气，报出了一个他自己都觉得有点心虚的数字，$22,000。在那个时候，这是一笔巨款。他说，他当时甚至已经准备好了一套说辞来解释为什么这么贵，甚至准备好了给对方一些折扣。他内心其实是为这个高昂的价格感到一丝歉意的。然而，那对夫妇的反应完全超出了他的预料。那位丈夫，一个看起来温文尔雅的老先生，在听完报价后，连眼睛都没眨一下，只是平静地转头看了一眼他的妻子，然后对 James 说 ：“OK, let's do it， 成交就这么办。”就这么简单，没有讨价还价，没有质疑，没有犹豫，就像买一瓶牛奶一样干脆。James 说，就在那一刻，我意识到这是一个赢家，我挖到宝了。那个瞬间，就像一道光，照亮了他所有的不确定。他第一次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在这个市场上确实存在着这样一个人群，他们对安全的渴望远远大于对价格的敏感。他们愿意，也完全有能力为顶级的内心平静支付高昂的溢价。他所需要做的就是找到他们，然后用最专业的方式服务他们。这个$22,000的订单赚到的不仅仅是钱，更是一种无价的市场验证。他给了 James 这个杀不死的蟑螂一剂最强效的强心针，让他从此可以昂首挺胸地去追求那些他曾经认为遥不可及的大客户。从几千块起家到年入近$800万，从一个害羞内向的男孩到一个坚不可摧的企业家， James 的故事到这里就差不多讲完了。在影片的最后，他把他所有关于创业的智慧总结成了3个非常简单但却直指核心的原则，我称之为快乐创业的3大支柱。他说，要把生意做好，并且让自己在这个过程中保持快乐，你只需要确保3种人是开心的。第一，让你的客户开心。这听起来是句废话，但绝大多数人都做不到。他的意思是，你要提供远超他们期待的产品和服务，让他们觉得付出的每一分钱都物超所值。要 James 用那把大锤砸下去的瞬间，客户的开心源于你为他解决了内心最深层的恐惧。第二，让你的团队开心。这意味着尊重和赋能。你的员工不是你赚钱的工具，他们是你事业的伙伴。给他们体面的收入、清晰的成长路径以及足够的信任。一个被善待的团队会用100倍的努力去善待你的客户。第三，也是最容易被理想主义者忽略的一点，让你的会计师开心。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必须保持铁一般的财务纪律，公司账上的每一分钱都必须清清楚楚，利润就是利润，成本就是成本。一个让会计师都挑不出毛病的账本，意味着你的公司是健康的、可持续的。这是所有情怀和理想能够落地的唯一保障。客户开心，团队开心，财务健康，这3点听起来像常识，但能长年累月在各种诱惑和压力下始终把它们同时做到，就是智慧。这也是区分一个小老板和一个真正的企业家的标准。如果 James 的故事启发了你，请务必按赞，让我知道这趟深度思考之旅对你有价值。点个关注，我是张雷，我会持续为你拆解更多这样教科书级别的实战案例。而且你知道的，这种掏心掏肺的商业干货随时可能消失，建议你立刻保存这支影片，反复琢磨。